我看看上面满是文字的帛书打印件，又看了看三叔的表情，不像是在开玩笑。怎么？难道三叔已经超脱到能从字里边看出话的地步来？怎么看这平日里吃喝嫖赌的老不正经，也没有什么仙根呢？三叔兴奋得不住地发抖，一边自言自语：这些人从哪儿搞来这么好的东西？怎么我就从来碰不着？这次真是造化了。看样子他们还搞不清楚这是什么，我们可以赶在他们之前把这波沙子给淘了。我大大的迷惑，问道：三叔，也许是我笨了点，可您真能从这么小的字里边看出地图来吗？你懂什么？这叫字画，就是把那地方详细的地理位置用文字表示出来。这东西如果是别人还真看不懂，幸亏你三叔我还有点阅历，这世界上能看懂这玩意儿的除了我之外，恐怕呀那就不超过10个人了。我三叔没什么其他本事，但是从小就对那些稀奇古怪的非正统的古代文字和暗语非常有研究。一句话概括，就是什么东西生僻他就研究什么，什么西夏的五木书图，女真最早的伢字，他都能说出个道来。所以他能知道这个什么劳什字的字画，我倒是一点也不惊讶。不过他这个人是得了便宜便卖乖的那种类型，在他面前还得装笨，不然他一句话就把你给打了。于是我装出很憨的表情，问他：那上面是不是写往左走，然后往右走，在前面看见一棵大树右拐，然后看见一口井钻下去这样的？三叔叹了口气：如此不可教也，你的悟性怎么这么差？看样子我们家到你这一代就玩完了。我看他这个样子还叹的是真真切切的，似乎是心里话，不由觉得好笑。那你说我是怎么样？我爹又不教我，这东西又不是天生的。他得意的嘎嘎嘴，说道：这种字画其实呢是一种密码，有它严格的格式，只要把里边的东西按照它的格式写出来画出来，那就是一幅完整的地图了。所以你不要小瞧了这区几个字的帛书，不知道里面的信息有多复杂，说不定连用了多少块砖都标得很清楚。我一听就来了兴趣，心说我从小到大家里也没让我去倒个10斗，这一次必然要让三叔带着我去见识一下，摸几个宝贝也好度过我的经济危机。这么一边想一边就跟他说道：那你能不能看出里边写的是谁的墓，或者是不是比较有来头的主？三叔得意的一笑：我现在不能完全的看懂，不过这个墓穴应该是战国时期鲁国的一个贵族的墓，观看他的墓穴所在被人用这种隐秘的字画方式记录在这张帛书上，说明此人的地位应当相当的高，而且这个墓地必然是一个十分隐秘的好斗，一定值得去一讲。我看他眼睛里直放光的样子，就觉得稀奇。这老家伙平日里连门都懒得出一步，难道这次竟然想亲自出马吗？那可真是千古奇闻了。忙问他：怎么，三叔，你真的打算亲自去淘这波沙子吗？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：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和你说，唐宋元明清那斗里面是有宝贝的，但那宝贝只能说是巧夺天工。但是战国是什么时候？那时期的皇族古墓年代过于久远，你永远也估计不到那里边有什么东西。那战国墓可是出神器的地方，那可都是人间没有的东西啊！你说我能不想见见吗？你就这么肯定？说不定里边啥也没有呢。不会，你没看这图案了吗？他指一指那张诡异的狐狸脸，这是鲁国人最早的时候牺牲祭祀的时候戴的面具，
这墓里边一定是一个什么身份特殊的人，可能比当时的皇帝还要尊贵。我脱口而出，皇帝他爹。三叔瞪了我一眼，就想把这张打印纸收起来。我一把按住他，朝他叫：三叔，您先别着急收起来，怎么说这东西也是我搞来的，你这次怎么样，也带我出去见识一下吧。他大叫：不行，淘沙这个可不是这么简单的，那地方没空调，还机关重重的，随时有可能要歇菜。你是你爹的独苗，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非让你爹给扒了皮不可。我也大叫：那拉倒，就当我没来过。说着把那张纸头从他手里边猛地抽了出来，转身就走。我知道三叔这人一旦遇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一点原则也没有，看到古董是这样，看到女人也这样。我就吃准了他这一点，果然才走了几步他就投降了，追上来一把拉住我手里的纸，说：好，你厉害，不过咱可得说好了，我们下洞的时候你可得待在上边，这样总行了吧？我顿时心花怒放，心说到时候我要下去，你还能拦得住我吗？忙点头说道：一句话，出门在外全听你的，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。三叔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，说：我们两个人呢，还真办不成这个事儿。明天呢，我再找几个有经验的伙计过来，这几天我就解这张字画，你得帮我去置办点东西。说着他就迅速写了张条子给我，对我说：千万别买了假货，还有准备套旅行的行头出来，不然还没到地方就先被拘留了。我点头答应，就各自分头去忙。三叔要的东西都比较刁钻，我觉得恐怕是故意为难我一下，因为这单子里边的东西一般店里边还真没有，比如说什么分体式的防水矿灯、螺纹钢管、考古锄头、多用军刀、折叠铲、短把锤、绷带、尼龙绳等等。我才买到一半就花了将近1万块钱了，心里那叫个心疼，直骂这老狐狸，妈，这么有钱还这么吝啬。3天后，我还有我三叔的2个淘沙的老伙计，还有那天买了我叔叔那龙脊背货色的小伙子5个人，就到了山东瓜子庙再往西100多公里的地方。说起这个地方，怎么说呢，只能说这就是一个地方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们先是长途汽车，然后是长途中巴，再然后是长途摩托，然后是牛，最后我们从牛车上下来的时候，左看右看还是什么都没有，然后就看到后面跑了一只狗。我三叔一拍请来的向导：老爷子，下一程咱骑这狗吗？恐怕这狗够呛啊。不会，老爷子大笑，这狗啊是用来报信儿的，这是最后一程，什么车都没有，得坐船，那狗啊会把船带过来。这狗还会游泳？游的可好嘞，游的可好嘞。老头子看了看那狗，驴蛋蛋去游一个看看。那狗还真有点灵性，真就跳到河里游了一圈，上来抖了抖毛，就趴在地上吐舌头。现在呀还太早，那船工肯定还没开工，咱们先歇一会儿，抽口烟。我一看表，下午2点还没开工，你这船工是什么作息时间呢？我们这里呀就他一个船工，他最厉害，他什么时候起来就什么时候开工，有的时候1天不开工，那能把人给急死。老头子说完了笑了笑，嘿嘿，没办法，和尚爷只买他的面子，别人呐只要进那山洞洞肯定就出不来，就他没事儿。要是你们会骑骡子，咱们呢就能从山上发过去，再1天也能到。不过看你们这么多东西，我们全村的骡子也不够你们用的。哦，三叔一听说到有山洞，马上就来劲儿，拿出翻译好的地图。
这地图他一直当宝贝一样，看都不让我看一眼。他一拿出来，我们马上就凑了过去，只有那个小伙子还是一言不发地坐在一边。说实话，那俩伙计很好相处，都是实在人。就这个人像一个闷油瓶，一路上连个屁都没放过，只是直勾勾地看着天，好像忧郁的天都会掉下来一样，特别讨厌。我一开始还和他说几句话，后来干脆就懒得理他。真不明白三叔把他带过来干什么。有山洞，还真有个山洞，就在山的后边。三叔说：“怎么老人家这山洞还能吃人呢？”老头子呵呵一笑：“都是上几代留下的话了，我也记不清了。那河道没通的时候，村里边都说里边有蛇精啊，进去的人一个都没出来过。后来有一天呢，那船工的太爷爷就从里边撑着小船给出来了，说是外面来的货郎。你说这货郎哪有扛着船到处跑的？大家都说他是蛇精变的。他太爷爷就大笑，说船是他从隔壁村里买过来的，不信可以去问隔壁村。他们跑过去一问，果然是这样，别人才相信，还以为妖精已经没了。结果几个胆大的年轻人去探洞，又没出来。从那以后，只有他家人能够直进直出。你说古怪不？后来他们家呀，就一直做这行，一直做到现在。那狗没事吗？我奇怪了，他不是通风报信的吗？这狗啊，也是他家养的，别人家别说是狗了，牛进去都出不来。这么古怪的事儿，政府就没人管吗？那也要说出去有人信才行啊。老头子在地上敲了敲旱烟管。三叔眉头一皱，拍了拍手：“于蛋蛋，过来。”那狗还真听话，屁颠屁颠的就跑了过来。三叔抱起它一闻，脸色一变：“不会吧？难道这洞里有这种东西？”我也抱起来一闻，就一股狗骚味呛得我一阵咳嗽。这狗的主人也真懒，不知道多久没给这狗洗澡。他一个叫潘子的伙计哈哈大笑起来，说：“你想学你三叔还嫩着呢。”我心里只觉得恶心，说这狗怎么这么臭？三叔说道：“这狗小时候是吃死人肉长大的，那是个尸洞，难怪要等时间才能过去。那船工小时候恐怕也是。”我听得汗毛都倒立起来了。不会吧？这话一出，连那闷声不响的小子脸色都变了。我三叔的另一个伙计是一个大汉，我们叫他阿奎，看他的块头都和拉牛车那牛差不多大，胆子却很小，轻声问了一句，说那尸洞里到底是什么东西，进去会不会出事情？不知道。前几年我在山西太原也找到过这么一个洞，那是日本人屠杀堆尸的地方，凡是有尸洞的地方必有屠杀，这个是肯定的。那个时候看着好玩，就在里边做实验，把狗啊鸭子放在竹排上，然后架上摄像机推进去。那洞最多1公里多点，我准备了足够的电缆，可是等电缆都拉光了，那排竹子还没出来，里面漆黑漆黑，不知道漂流到什么地方。后来想把这竹排子给拉出来，才发现没几下，这竹排子忽然就翻了，然后就……三叔手一摊，最后只看到一半张脸，距离屏幕太近了，看不出是狗还是什么东西。要过这种洞，古时候都是一排死人一排活人一起过去，要是活的东西进去就出不来。不过听说山西那一带有一个地方的人从小就为小孩子吃死人肉，把湿气积在身体里边，到长大了就和死人没什么两样，连鬼都看不到的。老爷子，你那船工是不是山西过来的？老头子的脸色微微有些变化，摇头道：不晓得哟，那是他太爷爷的时候的事情了，都不是一个朝代的人了。
说着看了看天，对那狗叫了一声：“驴蛋蛋，去把你家那船领过来。”那狗呜的一声跳进水里，就往山后面游去。这个时候，我看到三叔对潘子使了个眼色，潘子就从行李里取出一只背包背在身上。那个一边坐着的年轻人也站了起来，从行李堆里拿出了自己的包。潘子在走过我身后的时候，轻声用杭州话说了一句：“这老头子有问题，小心。”